今年的春晚明明是可以直接让我看广告，硬是给我穿插了一堆的节目。浙江卫视春晚最大的赞助商是谁？是千问。辽宁卫视是元宝。央视的春晚独家赞助是豆包。有机器人这件事我早已经想到了，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从头到尾全都是机器人，就没变过。你可以不看但是呢，如果说你错过了今年春晚背后藏着的这个财富密码，那么你注定只能够未来在底层拼命的去挣扎，永远上不去。你们以为这个春晚机器人它是在给我们表演吗？它不是的，那是机器人在向我们这些普通人去下了一个战书。这个战书非常的大，我敢跟各位负责任的去说，2026年的春晚是过去10年里面最残酷的一个春晚，也是最慈悲最慈祥的一个春晚。残酷在什么地方？它残酷的就是彻底宣告了一个旧时代思维和思想的一个终结。那么它慈悲在哪儿呢？又慈悲在今年的春晚给咱们普通人留下了3个救命的信号和3个活路在哪里，方向就在这3个信号里。如果说你现在感觉自己很迷茫，或者说感觉2026年不知道去哪儿挣钱也赚不到钱，没有这个思路的人，那么你可以停下来听我几分钟，简单的跟你唠一唠，你看看有没有道理。我先给大家简单的去回忆一下2015年的那个除夕夜。2015年除夕夜，微信支付为了这个去对抗支付宝，他怒砸了5个亿的红包，承包了全部的这个春晚发红包。这个大家应该非常有印象应该忘不了非常火，5个亿，仅仅一个晚上，微信支付就已经走完了支付宝走过的8年的路程飞速的进步将这个好几个亿的中国人的银行卡都连接上了这个互联网，可以在微信上支付。紧接着就是2016年的支付宝春节集五福，这个敬业福可谓是当时在朋友圈里的一个硬通货，大家都集不到。但是这2轮商战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它并不是微信支付和这个支付宝给大家发了多少红包，给大家发了多少钱，给大家做了多少便利，它不是这样，而是通过这一番的手法去操作，完成了一次就是史诗级的移动基建也是移动基建的一个封顶。什么意思？你看这2场春晚就是让这个资金流和这个信息流都在手机上实现了一个完美的闭环，非常完美的一个闭环让大家都是实现了。你看实现了之后，大家兜里的纸币就开始慢慢的丢掉，慢慢的就不用了。你看现在大家兜里还有现金吗？几乎是没有的了，慢慢不用，就连那个菜市场的大妈大爷门口都是摆一个收款码，对吧？他都不用现金和零钱去交易。我不知道你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的小品和语言类文字的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大家认真仔细看了没有我给大家去回忆一下，那些镜头到底给了谁？你去回头看一看那个回放，看一看是不是我接下来讲的这个事情他给到了谁？以前你看我们看春晚是什么？他喜欢就是去调侃谁今年又怕老婆了，回家又给老丈人告状了再就是邻居纠纷街坊的纠纷问题又被什么方式给巧妙的化解给解决了，大家幸福的开心的又去过年，还是邻居。但是今年呢，镜头对准的是谁？高级技工高级技工是掌握了 AI 工具的新农人给到了这一部分人，还有那些出海抢干的一些实干家和这种企业家。那这里面呢，其实足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学历贬值技能还在不断的升值，技能以后要比学历更加的重要。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春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或者说一味的去考高学历的，要脱下自己这个长衫了，你不认可都不行，都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你看过去20年里面，我们都在信任什么？我们都是在迷信坐办公室敲键盘打电脑吹空调我们就是人上人，对不对？那现在呢，2026年了， AI 已经把这些初级办公初级画师初级分析师初级翻译已经杀的是片甲不留了，完全把人已经给替代掉了。你春晚这些，你看这个大国工匠里边的节目，哪怕只有短短的几秒甚至几分钟，哪怕是1分钟就是在真正的就是在暗示我们这些普通人未来3年真正值钱的并不是你的文凭，而是什么？而是你的不可
替代性。也就是说，你不管是修那种精密仪器的不可替代的，还是你做高级高端养老护理的，甚至你是给机器人做保姆的都可以。哪怕你看这些，它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人的手感和温度，机器人干不了就是 AI 干不了，替代不了人，替代不了你的工作，这才是普通人保命的一个护城河非常简单。你看，如果说你现在还是抱着去上岸考什么或者说我去大厂去工作，我去躺平我考上大厂我去躺平，不好意思，岸上的人已经满了，岸上也没有你的多余的位置了，一个都没有再一个就是你看，好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今年春晚的分会场在哪里。我替你回忆一下，各位，今年春晚的分会场在哪里？以往在哪里？以往在城市，大城市，现在呢给到了县城，分镜头在县城，给到了乡村的文旅，都是往下去的。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一线城市的红利已经吃干抹净了，剩下的只是骨头了，甚至连骨头渣都没有了。那真正的肉藏在哪里？藏在下沉的市场里。你看看春晚里边有一个小品叫做回乡创业的一个小品，大家别光顾着笑，也别光顾着去嘲讽，也别当一个笑话来看，你要懂它背后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那都是一个降维打击的一个报复性的逻辑回乡创业，对吧？你看在一线城市，你是一个为房租吃饭而发愁的一个社畜，对吧？过年买票都得费劲没有钱。那如果说你是带着一个一线城市的互联网的思维的人，短视频运营和服务意识的人，那么你回到你所在的县城以及你所在的3、4线城市，哪怕是你的镇上村上都可以，回到你的老家，那么你就是这个地方的王级别的存在你真的是这样。2026年你看中国最大的创业的机会在哪里？就是县城这种产业的一个升级。那么你回去帮县城里面的餐馆去做外卖的运营你去帮县城的工厂做海外的跨境电商，你去给他做服务，给他去卖货，把老家的非遗以 IP 的个人的形式打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卖给老外，这叫什么？非常简单，这叫空间套利时间的置换加空间的套利，对吧？那你要想春晚都在喊着你赶紧回家吧，孩子回家吧，你说你还在北上广深的那个地下屋里，连个窗户都没有，你还在那儿硬磕个啥呢？你还在那儿，对吧？死扛个什么劲呢？没有什么意思了，各位。还有最狠的一个就是今年春晚的这个 AI， 它的含金量是特别高的，非常的高，它的 AI 的含金量。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没有讲到点上你看所有的 AI 都是在为人去服务，这就是未来的一个本质。本质是什么？就是公司可能会消失，对吧？那么但是个人一定是崛起的。以前你看我们去上班或者去干什么东西，都是依附于这些大公司，我们才能够生存。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它掌握了一定的资源、人脉、方式、方向。但是现在呢，春晚用的那个 AI 的那个短视频的短片，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你可以回去看一看。它告诉了我们所有人，工具平权了，就大家都公平了，一个人加上一台电脑加上 AI 就能干以前一个团队干不了甚至干不下去的一个活就是这样可以平替掉了。所以说2026年普通人最大的风口就是一个4个字，我可以总结为超级个体这个怎么理解？就是你不再需要听你的老板天天在给你画饼，吃了一堆的饼，到最后连个饼都没看见，你不需要，你自己就能够去烙饼了，你不需要它。比方说你自己会做饭，你就做直播短视频去教别人做饭做得好吃。你会修车，那么你就拍短视频讲你的维修讲你自己的维修经验和避坑经验，对吧？你会带娃，你就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呗。你怎么能够哄孩子快速入睡？这就是你的优势，建立连接这种粉丝的信任价值，你就能够直接通过互联网去变现的。真的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前几条视频一直在给大家讲，普通人的机会，未来的机会一定是做自媒体，超级个体自媒体的原因就在于这儿。如果说你还是不会去做的，去翻一翻之前我讲的那个视频，几万的点赞，大几万的点赞，你自己去看一看，没有比我讲的更清楚大家该怎么去做的了后面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你看未来的社会结构
我认为它一定不是公司加员工这个模式彻底淘汰掉了，这就是旧时代的思想，而是平台加超级个体。我们就是超级个体。如果说谁能够抓紧时间提前悟到这一点，那么谁就能够摆脱你接下来要上班被裁员的一个恐惧了，绝对能够摆脱。本质我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明白了，那么我再给大家去唠一唠方法，要不然本质呢那就成了屁话了，对吧？变成了废话。那2026年普通人到底怎么干，应该怎么干，要干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要脸啊，把你的面子放一边，不要嫌丢人，你去学一学，对吧？最简单的，你看现在智能家居的维修非常好的行业新能源汽车的保养，养老行业的一个陪护，对吧？你别感觉这些行业不行，这都是能够挣大钱的行业。为什么？因为这些活的 AI 干不了，这机器人替代不了你，大学生又不愿干，对吧？所以说机会那就是你的，没有别人。你做好了，在一个小县城，哪怕是小县城，月入过万，轻松起步哪怕是一个小县城你现在做的，大家一定不要光顾着我去刷个短视频，你要去研究一下我怎么去制作短视频，利用这个 AI 的工具，把你自己就是这个专业知识，再或者说你的家乡的一个特产、旅游服务，以及你自己做的这个生意或者哪怕是你的生活，你把它包装成一个经验。记住一定是包装成一个经验，那么再进行一个内容的输出去排版、去剪辑、去出。那么在这个时代，流量就是一个新的土地，内容就是你播下新的一个种子。还有一个是我最想讲的一个内容，也就是最后一个是我最想讲的，也是我未来，也不是未来吧，就2026年想要去干的一件事，大家也可以参谋一下，你也可以去参谋，对吧？当然我不教学你们想去干自己去干，就是寻找情绪价值的一个缺口。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有没有一个问题就春晚呢越来越强调就是家和情，对吧？温暖的家温和的情感。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都在无休止的内卷，大家都很累、很疲、很烦、很孤独、很孤单。如果说你能给这部分人提供一部分的情绪价值，比如说你做一个疗愈系列的一个博主或者说你能够开一家让一家人非常轻松的一个解压馆，再或者说甚至你在直播间里去陪大家去聊天，满足这种情绪价值的感觉，让大家情绪价值飙升，能够这种抚慰人心。我认为这是未来最大的机会，也是未来最贵的一个生意。不信咱就往后走着看一看记住我的视频，明年就是今年干完了之后，你看看是不是我讲的这样。但是你看2026年春晚结束了，生活结束了，但是2026年的生活和方式才是刚刚开始的。烟花散去，有人在做梦，有人已经磨刀霍霍出发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呢包括大家曾经都是在底层无限拼搏的人也是在无限挣扎的人。我非常知道那种挣扎不起来的无力感和匮乏感是有多么的难受，但正是因为我知道并且我经历了那么多，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喷我分析的对或者是错，对你有用就可以了，错你就划走就可以了。我才用这种短视频的形式大声的告诉你们，路没有死的，只是换了个方向。所以说你要去看去想，现在2026年春晚已经告诉你了，把人工智能这股风送到了你的耳边，送到了你的肩边，入场券已经发到了你的手里。那么未来的10年，你是坐在观众席继续鼓掌看待这个世界，还是站在舞台的中央跟机器人一起去舞蹈？选择权在你们自己手里。陌生人，祝你越来越好。